在上班时间有订鸡排或者是摇摇杯吗？有没有刻意不订某人的呢？小心哦，你可能会被求偿，老板可能会被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哦。嗨，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。2022年10月20日，《今周刊》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很吓人，同事订鸡排没揪，是职场霸凌吗？谁说只能忍气吞声？劳动律师说，老板纵容，不管可求偿，可怕了！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职场霸凌，有关于校园霸凌。请看这里，不要觉得订饮料不问安德鲁社工没有关系。在英国福特汽车有一间经销商，员工 L 女士声称受到公司同事的职场霸凌。她被霸凌的事证是，每个月有一次非正式员工聚餐上，主管会询问所有的同事要不要一起订披萨，唯独她被刻意遗漏掉。L 女士屡次向公司投诉，情况还是没有改善。她一气之下告上了法院。虽然公司方面辩称是因为 L 女士是兼职人员，工时只到下午1点，所以没有参加聚餐的资格，但是法院仍然判决该公司放任同事的行为对 L 女士构成歧视跟职场霸凌，需要赔2.3万英镑，折合当时的汇价约台币88万元。什么是职场霸凌呢？民法或者是刑法当中并没有一条罪名叫做职场霸凌，不过已经有法院判决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指导有相关类似的定义，可供参考。所谓的霸凌是指敌视、讨厌、歧视为目的，借由连续且积极的行为侵害人格权、名誉权或是健康权等法律所保障之法益，以及必须达到社会通念上认为超过容许范围才算是。应从几个方面观察，包含行为的态样、次数、频率、人数，受害者受到侵害权利为何，例如性别的歧视、政治思想、健康权、名誉权、行为人之目的及动机等，综合判断是否超过社会通念所容许的范畴。职场霸凌也有可能发生在部属对上司，或者是同侪之间，重点是在于受霸凌者本身是否有受到身心压力，或有人格遭到否定之羞辱感受。遇到职场霸凌时，你可以这样做：1. 寻求沟通，先评估自己的状况有没有哪里得罪到别人，或是无视组织的次文化，还是你想破坏组织中的陋习，所以变成全民公敌了呢？也可以问自己，也可以问问同事，别人怎样评价我自己。第2，收集证据。如果要保全自己，收集证据很重要，可以录音、文字截图、拍照、日记等都是很好的证物。申诉记录、辅导记录、主管说的话有矛盾的地方都要留下记录，等到有一天需要的时候一次给他说哈。第3，向专责单位提出申诉，担心被吃案可以向公司专责单位，如人力资源部或者是劳安单位申诉，由专责单位启动执行职务遭受身体或精神不法侵害处置执行流程，并且建立职场暴力处理小组进行后续的调查及处置。第4，如有不公，请找工会或提告法院，是最后一道防线，双方各自主张，由法官来审判。第1，针对霸凌者追究刑责。第2，
请求霸凌者与雇主民事赔偿，因为雇主有管理雇用人的责任。另外一方面，雇主明知或是可以知道受雇者有受到霸凌的可能，却没有给予或者是提供必要的预防，是会被求偿的。第三，要求保障劳动权。如果发现雇主违反这些劳动法上面的义务时，受霸凌者可以直接向主管机关或者检察机构提出申诉，借由政府部门的介入，确保劳工免于职场霸凌的工作环境，保障劳动的权益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，所以公司进行面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找进来一个很困难的人，也要好好的处理他，不要使用暴力把人弄走。这边讲一个小故事，之前有一个机构，某个基金会里面有一个社工，能力不是很好，经过辅导仍未见改善，最后机构与社工讨论对于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式，让对方好好的离开。没想到半年后，在某一次县政府的联系汇报上面，那位社工坐在主席的旁边。这位社工在联系会议上面出现，变成基金会的业务承办科员，因为他考上公务人员。那个机构的主管说，好在当初有好好谈分手，分得好，不然可能会痛苦很久。不仅仅社工是一门艺术，分手也是一门艺术，相处也是艺术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